连做2份亲子鉴定，都显示我儿子和我老公没有亲缘关系。就在我以为是不是报错时，我的鉴定报告却写着我和儿子的亲缘关系为99%。我的天都塌了！我从头到尾都只有我老公一个男人，并没有不忠啊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的孩子竟然是你是个型，我是 O 型，东东怎么会是 B 型血？儿子东东1周岁时，我们带他去医院体检，老公沈琴注意到血型不对，他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，直接把我拉到角落里。我也懵了，难道我和沈琴谁把血型记错了？反正就在医院，我拉着他直接去窗口验了血型，结果很快出来，并没有人记错。沈琴表情变幻不定，不用问，我也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一定是认为我不忠，生了别人的孩子给他戴绿帽子。但是我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我问心无愧。我主动提出，我们去做亲子鉴定，万一是医院报错了，也能早点把孩子找回来。然而1周后，鉴定中心的报告却给了我们夫妻俩当头一棒。沈琴和东东没有亲缘关系，而我和东东的亲缘关系99%。事实很明显，在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我给老公戴绿帽了。这不可能！我忍不住尖叫，一定是弄错了，我们换一家重新做。在我的强烈要求下，我们连做了3次亲子鉴定，结果却都没有改变。沈琴肉眼可见的萎靡憔悴，欣欣，这么多机构证明，够了。东东又不是试管婴儿，如果你外面没有人，是不会有这样的结果的。你还是跟我说实话吧，语气隐忍又压抑。实话就是没有，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，没有别的男人，东东他就是你的儿子。我也没办法接受这样的结果，已经濒临崩溃，我哭喊着向沈琴求恳：老公，会不会东东生了什么病，有什么基因变异之类的问题？我们去找儿科专家给他查一查吧，你别找借口了。沈琴把几份报告摔在桌上，拍得啪啪响，她赤红着眼睛向我怒吼：你还闹什么？想把这件事搞得街知巷闻吗？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我头顶大草原，连老婆都看不住，帮别人养杂种。沈琴怒气冲天，把家砸了个稀巴烂，摔门而去。我能理解她的愤怒，但是我实在是太冤枉了。看着家里的一地狼藉，我暗下决心，就算是为了东东，我也一定要找出真相。我和东东都不能这么不清不白。沈琴不是本地人，我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，即使父母早逝，但经商多年的他们留下的财产和人脉也足以让我们一家3口几辈子都衣食无忧。这些年，沈琴一直对我呵护备注，即使出了这么大的事，1周后她还是主动回家了。她看起来很憔悴，胡子拉碴，眼圈红红的。我忍不住抱着她，泪流满面。她一动不动，我知道她的不忿，发誓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找到答案，不能让这个男人白白受这么大的委屈。晚上，沈琴背对着我，咬着牙说：这是翻篇了。我心疼地用手触了一下她的头发，无声地哭了。沈琴回家后，我开始背着她悄悄找人打听基因相关的医生。终于，一个上海的朋友帮我联系到一位国外的遗传学专家。我跟沈琴请了2天假，直接飞到上海。到上海后，我请朋友和我一起和专家远程视频，说明了情况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专家给我带来一个巨大的好消息，问题有很大几率是出在老公的身上，当然他也是被蒙在鼓里的。专家建议我们出国做详细检查，不方便的话，带着孩子和老公的头发也可以做。听到专家的话，我太兴奋了，拨云见日就在眼前，我1秒都不想等了，马上订机票飞回家，并开始着手办理一家3口的出国手续。我想给沈琴一个惊喜，并没有告诉她专家的事。可是我一直联系不上沈琴，手机不接，微信不回。回家后，沈琴的助理、她几个同学和朋友那里，我都小心试探过，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。我的老公突然消失了，我不得已打电话给他公司的行政小姑娘。
沈琴开了一家装修设计公司，公司表面上与我没什么关系，但启动资金是我卖了2套房子给他的。过世的祖辈及父母留给我38套房产，卖2套支持他创业，不过9牛1毛。为了维护他的自尊心，我尽最大可能不与他的公司有牵扯，也从不过问公司的运营与用人，就连行政小姑娘恰好是我发小的表妹这件事，我都全方位的瞒着，既不想让老公多心，也不愿让小表妹失业。偶尔遇见，也假作不认识。但是现在不能再假装了，我单刀直入的让他帮我查沈琴行程。姐，我真的不知道沈总在哪儿，他最近没让我订机票、高铁票，也没来过公司。小表妹像间谍一样小声向我报告。我紧皱眉头，这可怎么办？找不到人，怎么办？签证出国。车呢？我提醒他。车也在公司呢。啊！小姑娘轻呼一声，姐，我想起来了，沈总前天让我帮他在郡市租了一辆车，交车好像就是今天。我瞬间明白他去哪儿了。沈琴老家在大山里面，距离最近的城市就是郡市，车程不到2个小时。莫非他回老家探望寡母去了？我得赶紧去拦住他。他一心认为东东不是他的孩子，但很快我们就可以出国查出真相了，何必急着告诉婆婆，给老人心里添堵？沈琴还不知道我已查出眉目，我必须尽快找到他。我忙让小表妹帮我查清楚交车的具体时间地点，行李也来不及整理，我就去了机场。沈琴提车的地点在郡市唯一的5星级酒店，我在路上订了最快一班飞机过去，预计比他晚6个多小时，希望在这期间能够打通他的电话。然而下了飞机，我仍然联系不到沈琴，不是关机，就是不在服务区，打给婆婆，婆婆却完全不知道沈琴要回去，反倒左问右问东东的情况，显然并没听说过亲子鉴定的事情。我也不敢主动提起，只好自己租了辆车，先开去那家5星级酒店。如果沈琴已经驾车回家或去了别的地方，我就只能开车去追她。酒店前台却死活不肯告诉我沈琴是否有入住，任我怎么软磨硬泡说我是他老婆，他们仍是坚持让我先联系沈琴本人，大概是把我当成来酒店捉奸的大老婆了。我无奈，只好窝在大堂角落的沙发里，不停地拨着沈琴的手机号，不停地听着里面传来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法接通的优美女声。正当我举手机举得手腕酸痛的时候，一抬眼就看到沈琴从电梯间的方向转了出来，往大堂前厅的方向走去。我顿时高兴起来，忙站起身，挥动着胳膊要喊老公，却发现他抱起了尾随在他身后的小男孩，举过头顶，落坐在他的脖子上。小男孩看起来有2岁上下，他抱住我老公的头，发出咯咯的快乐笑声。我愣住了，高举的手臂都忘了放下来。这一愣神间，走在沈琴身边的女人环住了她的胳膊，紧贴在她的身侧，两人说说笑笑地穿过前厅，向酒店的亲子游乐园走去。任谁看都是亲亲热热的一家3口。我确定我不会认错自己的老公，可是为什么他现在变成了别人的老公和爸爸？那个女人始终是侧脸，我看不清晰，骑在沈琴肩膀上的孩子却在左顾右盼。他转向我这个方向的一刹，我忽然发现这孩子我认识，孩子名叫豆豆，就住在我家楼下，房子还是我租给他们家的，就是我那剩下的36套房产之一。豆豆爸爸我从未见过，据说常年派驻在海外，薪资丰厚，足够豆豆妈妈不用工作，母子俩也衣食无忧。这女人叫石月，我在房租合同上见过她的签名，偶尔抱着东东下楼溜达时，也会遇到她带着豆豆在小区里玩。可是现在她这是在干什么？她怎么会认识我老公？姿态还这样亲密，这就是所谓的住了我的房子，又睡了我的男人吗？千万个念头在我脑海中疯狂掠过，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罩了个丝巾在头上，跟在了他们身后。亲子游乐园规模不小，孩子们都在里面跑跳攀爬，一侧有专为家长设的等待区，稀稀拉拉坐着一些谈笑聊天的家长们。
我就静悄悄地坐在他们俩的身后。我不怕他们发现我，我才是法定配偶，我怕什么？前面的一对男女头碰头的在小声说话，我弯腰假作整理鞋子，把头凑进去听，冷静地像在帮别人捉奸。我想我私心里还是相信沈琴别有隐情的，从谈恋爱到现在，他从来没有一点异样，没道理忽然就变成渣男了。虽然亲子鉴定报告给我们的感情带来很大冲击，但我仍然愿意在他搂着别的女人的时候，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。都办好了，女人低声问。放心吧，我扔得很远，山里在下雨，那地方大人都不好走，何况刚会走路的孩子。山区没有监控，谁也发现不了。男人的声音有点含糊，但是我太熟悉他了，猜也猜出7、8成。我忽然有种极不好的预感，身上汗毛根根直立，似乎有我不能接受的极凶恶的东西正在附近徘徊。女人嘱咐男人：“你晚一点再去报警，这才2个多小时，肯定还活着。报早了，说不定舅舅回来了，咱们可就白折腾了。”男人说：“明天早上再报，一报警，估计那贱人就知道了。”贱人，居然生个小杂种！本来看在孩子份上，我打算只搞到他1半的房产，敢让我当王八，我1分钱也不给他留。他们又说了什么？我已经完全听不到，一道无声的响雷在我脑中炸开，轰得我整个人要爆裂开。东东，他们说的是东东，不管怎么说，他可是我的骨血呀，怎么可奈会被这个畜生丢进山里？残存的理智阻住了我扑上去掐死沈琴的冲动，我颤抖着悄悄退了出去，一边摸出手机打电话给帮助照顾家里的姑婆，一边向酒店外奔。姑婆，东东呢？我的声音和我的人都抖若筛糠。东东，姑婆语气诧异，小琴早上抱走了。你们不是要带孩子去看他奶奶吗？没有人知道亲子鉴定的事情，身边的亲朋好友都以为我们仍是恩爱夫妻，包括姑婆。我闭了闭眼，顾不得再跟姑婆多说，脑子里回想着10月那句这才2个多小时，肯定还活着，疯狂地跑向酒店停车场。我以最快的速度发动车子，向沈琴老家驶去。我强烈的第6感让我感知到了这个畜生把东东丢在了哪里。结婚前，沈琴带我去过一趟山里，那是他从小跑到大的山路。他当时还开玩笑吓我，说要把我扔在山林里面，我肯定走不出来，也没人找得到我。没想到他真的做出这样的事，只是扔的不是我，而是我们的孩子，才1周岁的孩子。这个禽兽不如的魔鬼，他会遭报应的。我在心里狂喊：“东东，坚持住，妈妈来救你了！”飙往山区的路上，我始终在报警与不报警之间纠结。沈琴家村子不远就是派出所，可是那里的负责人是沈琴的发小。我亲眼见到沈琴和10月在我30几套房产前丧尽天良。此时此刻，我谁也不敢再相信，事关我年幼的儿子，一丁点的险我也不能冒，一旦错判，会要了他的命。油门踩到底，车子在山路上飞驰，将近2个小时的车程，我只用了1个多小时就开到了山脚下。天色已经有些暗，山里的黄昏比城市来得早，雨没有再下，山路却仍湿滑。扔下车子，我拼了性命向山上飞奔，不停祈祷着能在天黑前找到东东，如果找不到，我就只能报警。老天真的听到了我的心声，按记忆中的方向跑了半个小时，迎面从山上走下来5、6个人，个个身着专业登山装备，花花绿绿。我的心神却尽数被一个人怀中的孩子吸引。我直冲了过去，一把从那人的手里抢过孩子，转过脸来看，正是我的儿子东东。那几人被我吓了一跳，哎哎呦呦的叫嚷喝问了起来，我却已经浑身无力，抱着东东瘫坐在地上，把头埋在东东肩上痛哭失声。东东本已经睡着，被我这一番动作惊醒，哇哇哭了起来。我忙抬起头，手忙脚乱地安抚他。这几人是来登山的，他们从山的那一边翻过来，已经走了2天1夜，没想到山里会捡到一个这么小的孩子，便一路抱着下来，想要送去派出所。刚巧遇到来找孩子的我。
我打开手机给他们看我和东东的照片和视频，证明这就是我丢失的儿子。他们纷纷指责我看管不力，并表示愿意陪我去报警。我一一感谢，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，说要去郡市报警，如有需要，请他们帮忙作证。登山者的目的地并不是这里，只是为了孩子临时下山。此时帮他找到了妈妈，便嘱咐我一番，转头回山上去了。我抱着东东身，一脚浅一脚回到了车上。东东又累又饿，再度睡着了。我发动车子向机场方向开去。我骗了那几个好心的登山者，我并不打算去郡市报警，或者说，我并不打算报警。东东是被自己的爸爸丢弃的，而且已被我找了回来，毫发无伤。山里没有摄像头，什么也证明不了。就算我报了警，那一对狗男女根本不会受到什么惩罚。在外人看来，孩子反正没什么事，一家人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可是在我的心里，沈琴和石月就是确确实实的杀人犯，他们联合起来谋我的财，害我儿子的命。我一定要让他们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，否则这世上还有什么公道可言？恶有恶报，若老天不报，就由我自己来报。我找朋友订了一辆商务车，连夜无声息地返程回家。在路上，东东睡着了，我看着高速上黑压压闪过的山和远处星星点点的灯光，有种不真实的感觉。我实在舍不得把幼小的东东放在车座上，一直紧紧地抱在怀里，在他的脖颈处闻到了淡淡的奶香。这种真实的失而复得，让我又害怕又愤怒又清醒。我在回家的路上自自气血地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闺蜜，并把东东藏在她家里，再没让其他人知道，就让那一对男女认为自己恶行得逞了吧。我又找到另一位朋友，他家里开当铺，三教九流没有不认识的，在消息买卖这方面十分得心应手。我请他帮我去调查沈琴和石月。豆豆已经2、3岁了，她的身世十分可疑。女人的第六感告诉我，沈琴很可能在与我结婚前便认识石月。我要尽可能多掌握些底牌在手上。第二天上午，如我所料，沈琴的电话打过来了。欣欣，她拖着哭腔喊我：“东东丢了。”我只想带他回来见见我妈，没想到什么？不可能！我微笑着大声尖叫。这一场好戏，我配合他表演，只不过他自以为是地演出了开头，却不知道结局在我的手中。欣欣，你好点了吗？沈琴立在床边，柔声安慰丧子的我。事情已经过了2个星期，沈琴借着报警找孩子的由头，带着石月和豆豆一直留在郡市。我则心甘情愿配合他，因失子之痛而卧病在床，不能前去寻找丢失的儿子，全权交托给他。事实上，我每天都悄悄出去看儿子，并给我们母子俩办好了出国签证。沈琴一无所获地回来了，孩子找不到，却也不能办丧事，好像除了没有东东，我俩的生活都没有什么变化。如果我没有及时发现并救下东东，此时我就是这天底下最傻的傻瓜，最蠢的蠢货。此刻，我虽然没有失去东东，对着沈琴这张脸，却仍然恨到咬他的肉，饮他的血。我没事了，我虚弱地应着他：“你去上班吧，这么久了，也不能不管公司。”没关系，照顾你更重要。沈琴深情款款，我却只想吐。我垂下眼，不愿看他。老公，我想自己出去散散心，到外地待一段时间，在家里看哪里都伤心。好，好，你去。沈琴一叠连声的答应，又犹豫着问：“那你的工作？”我的工作就是收房租。我现在还有36套房子，除了我们住的这一套，其余35套都出租出去了。我每月都要忙活收租或处理租客的问题。生东东前，我带着肚子不方便，曾经写了一份有效期3个月的授权说明给沈琴，让她全权代理我这些房产事宜。现在她应该是想正式向我的房子们下手了，想再从我手中要到授权。我却不能如她的意。我说：“老公，最近有一些房客房租到期，我不想再续租了。我有一个朋友是给外国人做租房中介的，他说需求多，租金高。”
我打算把除了家里以外的35套全部交给你们公司，装修成适合外国人居住的风格，一起设计，一起采购材料，一起施工。你跟供应商也好谈价格。”沈琴的眼睛马上亮了起来，这种好事他应该想都没敢想过。30几套高档装修的成功案例，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他的小公司拉高几个档次。一旦完成，无论是材料供应商还是客户，都将源源不断。以前我没指望他挣多少钱，自然不会舍得用我的房子这么搞。现在我则是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，我要让他彻底的栽在这件大单上，把开公司的钱也给我吐出来。当然，我强调，都按好的贵的标准装，不用给咱们省钱。外国人对这些很挑剔，让你们的设计师和施工队放心大胆的干。你做主，我没心情操这些心。有了这么大的生意，虽然是自家老婆的，但沈琴依然激动到手直抖，被兴奋冲昏了头脑。她自然也就没有再停留在家里照顾我，找东东的事也一句没再提。这2周的时间，朋友把沈琴和10月查了个底朝天。不出我所料，他们很早之前就认识了。10月是沈琴的初恋，2人本来已经谈婚论嫁，甚至10月已经怀有身孕。这个时候，沈琴却认识了我。沈琴是空间设计师，专门面向家装领域，而我最大的特点就是房子多。偶然认识了他，今天拜托他装这套，明天拜托他修那套，他很快就知道我不止这套那套，而是有着38套。显然，这对一个山区里飞出的凤凰男来说，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机会。但是他也不愿意舍弃相恋多年的白月光，便说服10月把孩子生下来，偷偷养在了我家楼下。可怜我还以为自己找到了人间真爱，对沈琴从来没有半点怀疑。当了这么多年的包租婆，见了形形色色的人，却在最关键的地方变成了睁眼瞎。可惜他沈琴的眼睛也未见有多好，他扔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东东，却帮别人养大了豆豆。没错，豆豆是10月跟他前公司的一个已婚上司生下的孩子，跟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我不放心，直到对方用了一些非正常手段，拿到了豆豆和10月前上司的亲子鉴定。我笑出泪来，一场大戏终于要锣鼓喧天的上演了。趁着沈琴忙活那36套房子的装修，我带齐资料，抱着东东飞去了国外。在朋友的引荐下，我和东东见到了华裔遗传学专家戴医生。戴医生之前已经通过视频了解了大致情况，见到我本人后，他先用我带来的沈琴样本给沈琴和东东做了一个家族基因检测，结果他们居然存在亲缘关系，也就是说，东东极大可能是沈琴的亲侄子。可是沈琴明明是独生子，没有兄弟，哪来的侄子？戴医生向我详细询问了沈琴家族的一些情况，知道沈琴的妈妈和舅舅是双胞胎后，他又问了沈琴的某些身体特征，终于得出结论，沈琴确实是一个人类嵌合体。沈琴的妈妈当年怀的是双胞胎，只是胚胎在孕育的过程中，沈琴的细胞团发育更强大，把另一个吞噬了，变成了单胎。但是被吞噬的那一个也在继续参与新细胞团的分裂，最后在形成胎儿的时候成为某个器官或组织。但是戴医生说，这样形成的器官或组织 DNA 却是独立的，因此沈琴是拥有2套 DNA 的人类嵌合体。我想起沈琴的那里确实颜色红的怪异，与皮肤的颜色差别极大。刚结婚的时候，她每次都要遮遮掩掩，灯也不肯开。看来却如戴医生所说，他拥有独立 DNA 的器官，是他的生殖器。戴医生又告诉我，常见的嵌合体有多手多脚的、异同的，甚至连体婴。但是沈琴比较特殊，被吞噬的细胞团最后发育成他的生殖器官，且有另一套 DNA。这样的嵌合体并不常见，目前全球发现的也只有100多例，都是生了重病药 DNA 配型，或者像你们一样做家族亲子鉴定才发现的。我又向戴医生提供了沈琴的精液样本，这一次做出来的亲子鉴定结果是他们存在父子关系。真相终于大白，我半悬着的一颗心落回原处。
其实我真要感谢沈琴这独特的体质，若不是这样，也许我永远看不穿他谋财害命的那颗丑恶之心。清楚了亲子鉴定异常的原委，我心情舒畅地带着东东和这一系列的证据回国。东东再次被我送到闺蜜家，这些证据则会在我这里留待合适的时机，他们是我复仇行动的重要一环，不到关键时刻，我不急于揭开。我跑出去这么久，沈琴完全没有发现。整整2个月，她都没怎么回过家，全心全力投入在房子的装修上。我那36套房，每套装修预算在50到100万，其中几套别墅面积大，更是被我把预算提到了300到400万，全部加起来，金额惊人。等到大部分材料都已经进场安装，其余材料、家具家电也已签订好合同，沈琴扛不住了，来找我要钱。欣欣，她过来要亲我，被我闪身躲开，她也不恼，笑嘻嘻地说：“生气了？怪我这段时间不回来，我还不是为了你这些房子，老公都快累死了。”我凉凉地说了句：“辛苦。”沈琴向我叹气：“老婆，我撑不住了，给你垫付这么多费用，公司账上是1分钱也没有了，还欠了好些账款要付，你先把钱结给我呗。我再不付钱，供应商要跟我打官司了。正常客户装修设计肯定是要先付定金，分几期把款打进来。沈琴从来没担心我会不给他钱，所以合同也没签，款项也没按流程走，他就红红火火地干了起来。而我等的就是这一天。我平静地说：“咱俩把婚离了，我就给你结钱。”我以付钱为要挟，逼迫沈琴跟我离婚。不过我只说结钱，却没说怎么结，结多少，我要一点一点摁死他，拖得他负债破产。沈琴愣了，像是没听到我说了什么。我把朋友给我的资料一一摆在他面前，10月怀孕期间的病历、豆豆的出生证明，所有沈琴刷卡付费的签名单，10月剖宫手术时沈琴的签名单，豆豆落在沈琴父母家的户口簿复印件，居然还有10月母子和沈琴妈妈，也就是我婆婆的合影。沈琴的脸马上青了，她抖手抖脚的把这些东西拢在一起，紧张的冲着我喊：“欣欣，我可以解释的，这些我都可以解释。欣欣，我早就跟她分手了，我不知道她怀孕了，我知道的时候，咱们已经在一起了。我陪她去医院，是要陪她打掉孩子的。”沈琴在我面前苦求，声泪俱下。可是医生说不能打，会危及生命。我就算不爱她了，我也不能害她没命，是不是？所以没有办法才生下来的。欣欣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从头到尾只爱你，即使你的孩子不是我的。真是唱念俱佳，可惜任他如何惺惺作态，我已心硬如铁。我把离婚协议书推向他，想想你公司的那些欠款，在这里签个字，办了手续，我就给你打钱。这一笔你挣的，足够去养你的白月光和私生子了。沈琴跟我纠缠了好久，见我态度坚决，大概知道我不会改变心意了。她站起来，硬气道：“蒋淑欣，你这30几套房子都快装好了，你信不信我马上去给你全砸了？”我也硬气道：“砸吧，老娘损失得起，就不知道你那些欠款是不是拖得起。我不缺钱，也不介意房子晾在那里，他却马上会被供应商告到破产，经此一役，他再也没办法做这一行。怎么样？我催他是离了婚，拿钱去发展你的公司，养外面那对母子，还是公司破产，再也不能在行业里立足，然后与我诉讼离婚？你自己选。这就是凤凰男最奇妙的地方，既可以为了得到钱使尽手段穷凶极恶，却也极度以飞出山洼的能力自傲，为了维护那可怜而脆弱的自尊心，不按常理取舍。沈琴被我赶走了，被供应商和员工催逼着付款，他仍硬挺着不肯同意离婚。我找到他们公司的涂料供应商，主动提出帮他们出钱聘请律师打催款官司，在律师向沈琴的公司发函，并警告要申请冻结他公司账户后，沈琴终于扛不住压力，主动联系我，同意离婚。离婚手续办得很快，很顺利。如果可以，
我真想一辈子都不再见到这对狗男女，可惜我的仇还没报，怎么可能轻易饶过他们？没过几天，沈琴和十月再度找上门来。沈琴把与我签订的付款协议扔出来，质问我为什么不付款。我自然不怕他，找了支笔把协议上的银行账户圈出来，问他：你确定？我把钱转到这个会被冻结的账户。沈琴突然反应过来，愣在那里不说话。这个账户就是律师要申请冻结的银行账户，一旦申请被批准，这个账户就只能进钱不能出钱，除非官司结束。而他欠了那么多供应商的货款，天知道有多少公司在准备跟他打官司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账户就被冻住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解冻。在这样的情况，钱转进去，沈琴也不能用，反倒陷于被动。而公司其他账户也有同样的风险。想通这一点，沈琴跟我商量，那你把钱转到我个人账号。我摇了摇手中的笔，表示不行。你是公司的法人，又是唯一的股东，你的账户也会随时被冻结。我目光转向十月，或者转给他。十月点头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沈琴立刻拒绝，不行。十月委屈地质问沈琴，你连我都不相信？沈琴犹豫了。我知道，当着我的面，他不愿意承认不相信十月。可是如果说相信，这么大的金额放在他不能控制的账户上，他怎么可能真的放心？十月似乎是被他的犹豫伤到了，含着泪说：沈琴，你当年决定跟别人结婚，我还愿意为你把孩子生下来，可你对我却连这么点信任都没有。我忍不住嗤笑出声：孩子？你是说豆豆？你确定豆豆是沈琴的孩子？你说什么？沈琴和十月异口同声。十月涨红着脸冲着我喊：蒋舒心，你别血口喷人。沈琴也跟着骂我：蒋舒心，你以为别人都像你一样贱？你自己做丑事，还想给别人泼脏水？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恶毒的女人。我恶毒？我再恶毒也不会为了钱财去骗婚，不会把孩子扔到深山老林里害了性命。不过乌鸦看不到自己的黑，恶人也只会坚信别人对不起他，我没必要浪费口舌教育他们。我先把豆豆和10月前上司的亲子鉴定拿了出来说，不相信的话，再找这个男人去测一次，人都给你找到了，就看你有没本事让人再测一次了。看到亲子鉴定上的名字，10月面无人色，整个人抖似筛糠，都不用细问，真相昭然若揭。沈琴一个巴掌就呼了上去，10月捂着脸都不敢放声哭出来。接着，我淡定地把从国外带回来的亲子鉴定材料拿了出来，一一摆在沈琴面前。沈琴，你觉得我对不起你，无非是因为你和东东的亲子鉴定结果。但是，我重新找遗传学专家做了检查，确认了你是人类嵌合体。简单说，你妈妈怀孕的时候是双胞胎，但是另一胎被你吞噬了，却发育成了你的生殖器官。所以，你的生殖器与你的其他器官有着不同的 DNA。我们之前做的鉴定用的是你的口腔 DNA， 但是用你的精液 DNA 来鉴定，你和东东就是亲生父子。为了便于他们理解，我刻意说得很慢。沈琴一边听我说，一边翻看着一张张检查报告，脸上的血色也一层层退了下去，苍白如纸。我却不会放过他，紧紧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：可惜东东找不到了，不然你可以亲自带着他去做一次鉴定，你就会知道他是你的亲生儿子。说完后，我的眼泪居然止不住流了出来。不，沈琴虚弱地喃喃着：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他把报告单紧紧地攥在手里，眼神由疑惑变得茫然，又慢慢变得悔恨、绝望。10月见势不妙，冲上来摇晃沈琴：沈琴，你别听他说这些鬼话，什么嵌合体，什么 DNA 的，听都没听过，他这是在胡说八道。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堆单子，就为了骗你，为了让你自责内疚。我凑上前去，把沈琴的脸搬过来，与我对视，我狠狠盯着他，轻声问：自责？内疚？你会吗？为什么？沈琴失焦的眼神狂乱，我大喝一声：你当然自责内疚。
你把亲生儿子弄丢了，却像乌龟王八一样给别人养儿子。啊！沈琴一把推开我，在地上转着圈狂叫。他已经顾不上在我面前遮掩他对东东犯下的罪。他用拳头用力击打墙壁，转眼就出现血痕。就算再怎么想骗我的房产，东东也是我们精心呵护养到1周岁的儿子。我不相信他对东东全无感情。当初鉴定他们不是父子时，他对东东有多痛恨；现在知道他们是亲父子时，他对东东就有多痛悔。10月听到我说沈琴给别人养儿子，喊着你胡说，你造谣，冲上来要打我，被我扇了几个巴掌，一把推倒在地上。这个女人，她和沈琴合谋害东东，我恨不能亲手把她钉在十字架上。我拿起手机拨号码，对着瘫坐在墙边喘粗气的沈琴和地上哭哭啼啼的10月说：“不用急着否认，我已经找人去接豆豆，不如我来帮帮你，一起去鉴定中心。沈琴，鉴定中心会告诉你，你是你自己的兄弟，而豆豆根本不是你的儿子。不，我不去，不许你们碰豆豆，不许。”10月爬起来，见了鬼一样的夺门而逃。关门声惊醒了沈琴，沈琴双手捂住脸，扯着头发无声地哭着。很好，这个计划就差最后一步了。虽然这个男人扔了东东，正受着良心的强烈谴责，但对于这种人，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，终究是不公平的。我握了握拳头，深呼吸了几次，走上前，蹲在他的身边，伸手扶着他的肩膀，哽咽着说：“老公，我好想东东，好想我们的儿子，为什么偏偏在他丢了以后才真相大白？他丢了这么久，说不定已经……我知道，你肯定跟我一样心痛。”沈琴听闻，大声地哭出声来。我故作深情地拉下他的手，低语：“你知道我当时多恨你吗？豆豆不是你的儿子，你却待他如亲生，而我们的亲生儿子却不知去向。我恨你，恨10月，他为什么要生下豆豆？生就生了，为什么要栽在你的头上？如果没有豆豆，我可能不会跟你离婚，我会给你时间，等你忘了10月，等我们找回东东，再给东东生个同样可爱的弟弟或者妹妹，我们一家会多么幸福！可现在我过不了自己这关呐。”我假意失神地在他身边絮絮叨叨，憧憬着没有10月和豆豆打扰的幸福生活。我的演技可能很差，但是对于溺水状态的沈琴显然听进去了，她的脸上闪过狠厉之色。我知道我的计划已经只差临门一脚了。发生在东东身上的事，我要全部还给10月。沈琴已经忘了让我还款的事，连带过来的协议都忘了拿，失魂落魄地离开了。没过多久，在沈琴公司做行政的小表妹给我打来电话，向我汇报说沈琴又在巨市租了车，她把交车时间地点告诉我，这次是在机场。我忙订了同一天最早到巨市的航班，又打电话给朋友，让他帮我在巨市当地找人跟着沈琴。果然，沈琴带着10月和豆豆回了山区老家。算算日子，他至少做了3家亲子鉴定，结果自然也是他不能承受的。豆豆不是他的孩子，而被他扔掉害死的东东才是他的亲生儿子，多么残忍又可悲！我就预计到他要把这份恨报复在10月母子身上，然后想办法回到我身边。这就是恶人的思维，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不可有一人负我。10月的背叛对他的刺激应该极大，毕竟他娶我只是为了房子，对10月却是不能放弃的真感情。现在他一无所有了，能回到我身边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了，而我又明确释放出希望。可惜10月并没有对得起他的这份真情，只是把他当作接盘侠而已。只是不知道他是否有勇气承受接盘侠的报复。听说杀人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沈琴自以为悄无声息地成功害死了东东，当他的恨转到其他人身上时，他的成功模式也会被他再次应用。这一次，我要拿到他害人的证据，让他为自己犯下的罪恶付出代价。豆豆是无辜的，我不会让他有危险。我花了重金来布局，自然朋友找的人非常给力，提前在沈琴的裤兜里放了监听器，但是距离不能太远，而且山里的信号也不好，
我艰难地跟着他，一边监听一边录音，远远地尾随在沈琴一家3口的后面，慢慢上了山。沈琴，我走不动了。耳机里传来10月的声音：“我们就在这里祭奠东东吧，反正已经在山里了，不一定非要在你扔他的地方。”不行，你害我扔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，连这么点诚意都做不到吗？当然不是。别废话，一会儿帮东东立个衣冠冢，你和豆豆给他磕头赔罪，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。你以前的烂事我也不追究。朋友的人听到他们的对话，惊异地回头看我，我向他比了一个噤声的动作。我一直搞不懂沈琴是怎么说动10月跟他一起过来的，毕竟10月知道他当初在山里狠心害东东，怎么会一点防备也没有的跟着他进山？看来是沈琴用原谅他哄了他带豆豆过来。10月就是菟丝花，攀附着沈琴生活这么多年，他已经离不开沈琴，甭说只是爬山立种，我想就是更过分的要求，只要沈琴肯一直带着他过生活，他都会同意的。可是我却不信沈琴的鬼话，他这样自私自利的人，刚知道东东不是亲生，就狠辣地扔掉了他，怎么可能轻易放过骗了他这么多年的10月和豆豆？山里很静，怕有声音惊动他们，我们慢慢拉远距离，就这样一路跟到山林深处，古木森森，几乎已经没有路。沈琴和10月终于停了下来。这一处坡度陡峭，我们在低处，不能太靠近，只能听着耳机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。过了好久，突然10月大喊起来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他的声音已经大到不需要监听器就能被我们听见。沈琴的声音依然低沉：“豆豆就留在这里，跟东东作伴。”你疯了！10月嚷，接着传来撕扯碰撞的声音，豆豆的哭声，10月乱喊乱骂的声音。我们壮着胆子前过去，却只看到10月怀里抱着豆豆，被沈琴一把推下坡。这对母子像只皮球一样快速翻滚着，砰的一声撞上一棵大树，没了声息。和我一起的人吓了一跳，没想到真的出了人命，忙示意我过去查看。行凶的沈琴转身看到我们，先是想跑，大概发现我们只有3个人，又目露凶光迎了过来。不过这一次他低估了对手，朋友既然找人帮我，当然不会是普通人。他3两下就把沈琴打翻在地上，掏出一根绳子把他手脚捆绑起来。我则拿出手机，做了一个好公民应做的事，报警。10月的伤很重，从山里抬下去花了很长时间，错过最佳治疗时机，他昏迷了1个多月，最终被医生判定为脑死亡。豆豆被他护住了头，只是在滚落中划伤了腿，很快就养好了。10月跟我一样无母早逝，豆豆无人看管。我找了一家很好的福利院，捐了一笔专款，请他们好好善待他。1年后，沈琴被判定为故意杀人罪，有我和目击者作证，又有现场的痕迹，他最终被判无期徒刑，将在狱中把牢底坐穿。我提前把监听器收了回来，没有将录音作为证据交出去。我不想让沈琴知道东东还活着。调查过程中，我没提沈琴对东东的遗弃，只说离婚后怀疑前夫有第三者，心有不甘才跟踪他到山里，没想到撞上他杀人的现场。沈琴出了事，他的公司只能解散注销，房子是我的，原本我也脱不了干系。我新找了一家公司，结清楚全部的余款，重新装修出租。虽然沈琴将一直被关在高墙里，我对他恶心至极，甚至不愿与他同在一座城市，同呼吸一方空气。我处理完房子的时候，带着东东搬到我一直向往的海滨城市生活。看着孩子在海滩欢快地跑着，赤着小脚追逐着海浪，我只觉得恍如隔世。那些经历过的惊心动魄，像是前生往事，就那样埋葬在我再也不会回去的城市里。未来，我和我的东东将只有爱和幸福，只有平安喜乐。